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这周不好意思哈，老师这一周上个礼拜直播完之后啊，我就发了4天的烧。当然更新还是有更新，但是就是拿下礼拜要更新的挪过来，所以说呢下礼拜更新的原本是这个礼拜更新，我把它对调了一下，不好意思啊，那个健康还是很重要的，这是度过了非常惨烈的一周哦。那这一周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包括我们赖清德总统啊，已经有他的一个就任的一个演说，在他就任演说一天又19小时之后啊，我们就面对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台军演。那这个东西啊，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那一开始跟各位讲一下哈，那我们的一个端午节的法会将会在6月10日，我们补财库法会哈，在6月10日举办。那我们昨天在6月8日啊，大家就会7日好了啊，7日早一天。6月7日啊，我们就要截止报名了。那还没报名的朋友，那就加紧报名。那报名如果你发现什么问题呢，你可以跟老师联系。比如说你可能日子写错了啊，什么东西的，跟老师微信联系。那先留个言，那老师都会把它修正好，好吧？因为上周啊没办法回那么快，那所以老师还在发烧哈，那个意识不清晰。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八字十字班哈，我们更新到了第25集。那下礼拜呢，我们就开始讲财运跟财年。那这个啊，我们都会现在开始都走进去比较难的范围，就包含就是看命盘啊，命盘怎么去判断啊，叫速判了。我们看命盘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你要照老师 SOP，老师直接把要点告诉你怎么去看了。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去实验一下自己的命盘。那如果发现老师讲的过程中你有一些疑惑的啊，不要怕哈，你就写信给老师，我们一样电子邮件呢来去留存你所有的发问的记录，这样子以后你学习啊才会能够更上一层楼。以后你当老师啦，尽量也要留这样子的记录，让你跟你的学生啦，你才能够好好的沟通，好吗？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哈。而我们今天主题当然首先要讲到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军演啊，中国军演这次的事情其实闹的是蛮大的，但是老师为什么只有在发的那一天，老师有稍微发个文，这真的是恨铁不成钢的一个文，但实际上后面老师为什么都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啊？当然不是因为发烧，那发烧差不多快好了，重点是因为老师在看他会不会延长。好，各位，他们两天的演习时间呢、其实他如果延长一天，还在合理范围之内。老师在看，就是说他的一个后继实力啊，是不是能够再延长到至少说下礼拜？哎，如果他延长个3、5天，那这件事情呢就比较有意思啊。如果延长3、5天啊，那基本上他就只有单纯的恐吓意图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什么呢？他是准时结束。嘿，他把你围了，然后呢，就给你结束了，时间也不拖泥带水。之前呢还增加了几个战区，对不对？那现在没有了，时间到就直接撤回去了，直接鸣金收兵，我退了，我不跟你玩了。这个事情啊，是远比你留下来还要来的恐怖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代表他的阶段性任务是达成了，而且他还有下一个阶段。如果他是拖着啊，把你围了多几天，哎，来看看是说你会不会有点害怕，或者是给其他国家一些压力，然后造成一些国际局势的一些舆论的形成。那么呢，他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就是后面他后继可能就变得比较无力。但是如果他一次来围了就走，那这个状况是很不理想的。而这次的一个演习状况，其实跟我们直播很久的朋友大概就知道。这个是完全应验老师的过去对解放军的一个预测，是什么呢？就是朝发夕至。朝发夕至就是说我今天只要跟你讲我要干了，我就可以立刻干，而且是直接出兵，直接把所有的军事设备直接给你围好。当然，他做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说他事前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不可能是早上他们士兵还接到通知说我们要出发。这个事情啊，大概可能在上个月，甚至在两三个月以前，他们就已经在预备，可能在国民党败选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在预备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他当然他并不是说他突然就可以做出来这些事，而是他给你反应的时间是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老师发文的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哎，在老师发文之后啊，慢慢的我们国防部开始动员起来的比较明显。但在之前呢，的确动员的动画是比较少的，只能说在观察。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是，如果他的实体兵力是可以朝发夕至的，那么他的火箭军是不需要朝发夕至的，因为他直接发直接治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在看这个战争的推进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近代的一些战争，比如说阿富汗战争，比如是说我们的乌克兰战争，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以色列去入侵巴勒斯坦这个战争，都是一样。是什么？你空军是直接先去扫平那个对岸的他们敌方的这样子的有生的战力啊，无论是你的防御系统啊，或者是你一些部队，或者是你的弹药库，都是你一些先来一个轰炸啊。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啊，就是弓弩兵啊，弓弩兵你要往前推，然后射了漫天的箭雨之后呢，然后呢你的步兵再慢慢往前推，然后骑兵再慢慢再从旁边杀出去。
所以在这个战法来讲的话，它是直接的把士兵陈列在我们台湾岛的一个四周。而且啊，各位要去明白一件事情，陈列在四周啊，它的距离已经近到了什么？距离台湾北部22海里啊，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后面才知道有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消息是什么？解放军公布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他讲的是不是真的？那大概都是真的，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掩饰，他也不需要去吹牛。对于台湾他们的经略，他们是完全不需要去掩盖些什么，或是在这个是在含蓄些什么，或是特别去夸张些什么？为什么？因为日本、韩国、美国，包括菲律宾啊、越南，他们都在看说，哎，你这样子的一个军演，它到底到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其他人也要从这个演习里面去窥见，这个解放军他们自己的战力到底是怎么样。而如果他只要一天要19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部署的话，那么很简单，他的一个火箭军再去发射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太好的去防御，因为反应的时间基本上是没有。像这次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匿名的一个空军弟兄啊，他就发一个匿名信给我们的一个新总统，而新总统要承受这件事情啊，说真的。你说他应不应该承受嘛？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那也不是。你说他不应该承受嘛？他在那个就职演说上面呢、那时候老师正在发烧，完全没办法去听。好，就是说他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讲了这么多的一些很明白的务实的一个台独的言论。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大家变得很复杂。所以说，在这个状况哈，虽然三军啊，我们的伟大的三军健儿啊，开始提升一些战备啊，然后空军弟兄不断的升空啊，不断的去抄，那还是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抄？是因为对方的骚扰很严重吗？我们不能这样看，我们的国防哦。如果都是这一票人，好，这几十个是上百个这样驾驶员，然后去不断轮班去抄，不断的日夜去起降，然后日夜的不断的去巡防，我告诉你，我们没得打，因为我们的战斗员太少了。我们300架的战机，那如果你有没有300个，你有没有300个飞行员？如果你连300个飞行员都没有，那你是不是对岸要对你做些什么样的空军上的一些威慑？基本上你是顾此而失彼，你没办法头尾兼顾的，你是受不了的。所以你现在一直努力去操这些驾驶员，好这些空军健儿，不能说不对，因为士兵嘛，你本来就是为了去备战而加入这个职业的。但是你人数真的是不够啊！这个不够，我们可以从什么状况可以看到呢？就在乌克兰啊，我们看乌克兰现在这个状况啊，就是他没有人了，他只能一直不断的去生人，然后去上战场，然后当炮灰，然后去阻止，看能不能阻止啊，用血肉长城去阻止俄罗斯的进攻。当然，现在有传出来是说他的 F-22的驾驶员已经训练的差不多了，这个我们等下会谈到。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台海之间所遇到的这个事情啊，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老师应该是这么不夸张的去说啊，从这一次的演习开始，台湾哪一天突然被直接给你包围登岸了，这都一点都不奇怪，这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人家已经可以到22海里了。然后我们还没有很积极的去驱离或者只准备升高，直接开战的一个态势，这个是不对的。各位了解老师意思吗？虽然我们是要避战不求战，但是人家已经成兵在我们国门口，你就得跟他一决死战。哪怕是我们先发动，也要把这个声威打出来，因为对方的是直接来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直接开战都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才能够争取时间啊。我们先发，我们才能争取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都这样防御的话，等他真的上岸了，我们再去发文谴责吗？这个是很不对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我们不但失去了金门马祖他们的一个防御效果，解放军可以直接的陈兵到我们的台湾岛，而且把金门马祖、澎湖还有所有的一些战地的地方全部都给你包围起来，全部哦。这次最可怕的问题不是在于你海峡中线有没有骚扰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战区基本上都被它完全的包围住，完完全全的包围住，包含金门、马祖、澎湖。高登、亮岛一些所有东西有军人驻防的地方，都在他们的所有掌握之中。好，各位如果去看他们这次的一个细节图啊，就可以发布到这些事情。所以说啊，这个我们的国防部啊，是说他们掌握到解放军共派遣战舰15艘，海警船16艘，空中兵力33架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应变区。但是呢，演习干不了多久，就逼近我方24海里线。这个状况，我们基本上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反击。
没办法反击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反击，不是我们不一定是我们新任的国防部长他没什么卵用，也有可能是美军不让我们反击。但是这个也等于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国防力量去怎么样去拒止别人来靠近我们的领土，或是领海，甚至是领空。是没有办法的，毫无办法的事情。这底下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两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雷同啊，非常非常的雷同。加上什么？加上这次的解放军他们是完全的挂弹的操演，就已经是怎么样，在你家门口已经研究了怎么样把你家的钥匙这个跟那个锁给破解出来，然后直接开门然后进你家了。这个已经是夸张到这个地步，比佩洛西老太太那一次啊还要严重，还要非常的严重。这个真的是。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对整个历史来讲啊，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进程。真的是跟各位讲，我们什么时候、任何时候早上一醒来发现这个事情玩完的状况，这个几率是很高的。所以是说啊，那个北京啊，他北京那个地方，他们也是什么，就是宣布是说，这个演习不是只有一次哦，他只是他后面还在做的时候呢，他也不会通知，就像这次一样哦，联合利剑2024A 还给你编个 A，他一定会到 Z 才去动手嘛？不一定，他有没有可能 B 就动手？他也是可能 B 就动手了，你知道吗？他今天是随时随地动手，我们都不知道会为什么，因为兵者是诡道也，对不对？国家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慎。但是，一出手就一定是在你防不胜防，觉得不可能、觉得不会的时候的时候出手。而我们这一次台湾百姓的表演，简直是完全正中人家的下怀。股市继续涨，其实从股市的走势可以看到是有人去护盘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在岛内这时候担心什么东西呢？其实老师还是比较说啊，我宁愿看到大家去抢那些物资啊，也不要看大家去在那个立法院门口啊去抗议一些感谢民进党的事情。那奇怪，你抗议的时候你去感谢民进党干什么？我们今天在抗议的时候，代表是你要站在野的立场去监督执政党。所以说呢，你怎么会去感谢民进党呢？真是太奇怪。你讲现在是执政党没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抗争是说去感谢政府，但执政党政府的好吗？就太奇怪的一个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就很简单，对方都兵临城下了，那这些在现场的几万名所谓的学生，是他们自称为学生，是不是其实各自可以知道的事情？有没有人就因此而签下去保卫国家呢？也没有啊，也不可能会有啊。国军也不敢去那边设摊啊，设摊的也不会有人去报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要走个过场。3万人里面，你真的报过去，你有3个人会去加入国军吗？不可能。为什么？这就是这样，人家陈兵已经在你的国门了，然后我们去做这些民粹，去哄抬一些很不知所谓的一个事情，真的是。老师觉得现在是真的是在一个亡国之前呢、这种光怪陆离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在这个不断的这些军演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包含了中国部分的这个名气，还有他们的一个军事实力是完完全全的跟上，好，完完全全跟上，不好意思，完全是没有所谓的是说你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或是你有一些拖延的一个状态，或是有些其他的一些想法都没有，而且他们当地人也不知道，突然进入了什么，进入到微博上热搜，他开始做了一个联合军演，而且基本上都已经逼近了我们的我们的一个海岸线了，22海里，你看都看得到的东西。所以说，解放军在第2天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说他操办了什么样联合操演了，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好，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这几天我们看到都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中华民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真的是已经到这个状况了，已经危如累卵的状况了，已经真的是有隔天起来可能就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然后呢，我们的国家还在去炒作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话题，等下跟各位去讲。在解放军他公布了第2天他们的一个联合操演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的是联合夺权，还有要域战控的能力。夺权就是怎么夺下你的这所有的一些所有的军事控制的一个实力。那甚至它其实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去有效的去击倒你这边有所有的有效的战力。他们演练的就是这一个事情，这个是真的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去出兵去跟他去做很危险的一个对峙，甚至我们开低炮，我相信国际舆论都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保护我们自己家，我们应该要保护我们自己家，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那结果就没有这件事情。
而这个状况之下，包含了一些媒体啊，或是一些在中国的一些观察家也是一样，他讲的是什么？澎湖海战。澎湖海战啊，就是什么样的？澎湖海战啊，其实这是我们在我们的频道里面来讲的，已经好几年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谁拿下澎湖啊，谁就已经拥有了台湾。哎，谁拿下澎湖就谁拥有台湾。这个我们在过去的任何的历史事件，包含了清代的施琅说台湾了，也是一样。谁打下澎湖，那台湾就会自动投降。为什么？门户洞开了。而照这一次的军演来看，澎湖是100%拿下的，那个完全没有意外。这次的演习基本上他要的就只是让你跑不出去，或是呢你没有办法，别人没办法来援助你。当然也有一些看法是说，哎，我们的伟大的总统啊，他不一定坐直升机啊，也不一定坐船啊，他可以坐潜水艇出去啊。我觉得都是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解放军所在意的。为什么？因为你出去就出去了呢。你出去就出去了，是不是？阿富汗以前的前总统甘霖老师出去了，他也就出去了，出去就出去了，没人去理你去哪里啊？你就去吧，丢下你的人民跟你的国土，你就出去吧，啊，不会有人去理他的。好，说他怎么逃掉，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事情，他要的就是把台湾治权收回去，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既定的国策，既定的国策，在他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世界面临到很大的分崩离析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是不是什么时候做，还是一句话，兵者诡道，你是很难去了解的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台湾最近一直在炒作一个话题，就是在艺人。无论是五月天啊，无论是其他的艺人，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南昌地区或者我们哪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你去把它炒出来说，你们这些人都靠了中国去讲，你们做是为了赚人民币，然后你们都是靠了中国，然后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你是怎么样？你是背弃你自己的祖国吗？我觉得这些人也是很好笑，根本就是为了炒作这个议题，要炒出来是说我们一定要是把这个事情逼到最后的状态。你用打嘴炮，你有本事你就去对这些军演的。这些船舰你发射飞弹嘛，对不对？拿我们雄鹰雄鹰直接把它打下去嘛，是不是？我绝对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拿雄鹰雄鹰直接把解放军给它打下来。难道我们叫我们凭什么不打？打到他爸不知道认识他是谁，对不对？你要输可以啊，你打了认输嘛，你不能说你不打，然后呢有一天被人家整个压制的时候，然后你再认输，那不是很糗吗？这个状况就很糟。而我们在炒作这些艺人，他就说我们南昌我们哪里的时候，这个事情也很好笑。那你让捷克的艺人来说，挖取台湾狼的西尊，那你有没有说他是一个背弃国外的人呢？那所有很多的一些演奏家来台湾，最后一个都是演奏什么？要讲音乐，演奏什么《望春风》，或是写的阿里山的姑娘，那他们是不是背弃他们国家呢？还有 I love Taiwan，我喜欢台湾。哦，那这个他们是不是也是背弃他们祖国呢？不是吧？我们台湾怎么有纳粹化的状况产生呢？我们中华民国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纳粹的一个心态不断去延伸呢？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们南昌我在南昌的时候，就说我们南昌，这个有什么不对吗？这个没有，这完全没有不对，你知道吗？我们是中国人，这没有错，这个完全没有错。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吗？中非共和国也是中国啊，为什么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呢？所以现在整个在我们的一个国内啊，现在无论是岛内还是国内都好了，整个舆论这边开始要去形成了什么？形成要打一个焦土战，就是说我不管，我要逼对方来打我。那你要打了，那你又不还手，这个就变很矛盾。你要别人来打，你要形成你自己的政治理念，那可以。哦，我是完全支持，就是说我们执政党他要进行台独的状况，我当然支持。为什么我不支持？因为这是你选上的，你应该去落实你自己心里所想的这个政治目标，不然我要做政治干什么？做政治当然就是完成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果你是很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麻烦你就直接宣布，我们今天就是要独立为目标，我们进行下去，谁来我就打谁，是不是？我们要做个有骨气的一个这个台湾人，你就去做，绝对是赞成的，我绝对支持台湾独立的。好，我在这边我就敢讲，我支持台湾独立。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台独，怎么不支持呢？对不对？我支持我政府有什么不对吗？啊，打输了我就投降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嘛，是不是？你当然要支持啊，为什么？自己国家不支持，你支持谁呢？对不对？就支持啊，支持啊，打，反正我出役了，我家都是女儿，没有要当兵的问题。那这个都是一些情绪性的，但是实际上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实际上问题是在于是说这一次的所有的一些军演或者说包围的网形成了之后，其他世界各地并没有像之前这样。哦，这么样的去说要维持地方稳定跟和平，或是来去干预中国，你不要太冲动。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国际舆论上面来看，哦，基本上是比较没有这种声音。那声音比较大，当然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它就是要去介入在亚洲这部分的一个状况。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是开走的，
贵东老师意思吗？那共产党过来，然后你美国第七舰队撤走的，那我们把我们那边干当什么？当成贡品嘛，就供给解放军吗？是不是？这很多事情就是变成这样，就是你不应该去做的事你去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然后再说我们是国与国之间对等平衡，这有些事情你可以做，你是不能讲的。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次的军演之前啊，那个中俄他们的一些联合的一个声明啊，就让俄罗斯说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说俄罗斯它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演习之前，他也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的支持中国去维持主权跟领土完整，实现他们国家统一的举措。这个事情是中俄联合声明里面俄罗斯的一个说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方也会全力支持俄罗斯去担任2024年的金砖国家主席。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是说，我给大家互相的利益交换。俄罗斯现在他们的被制裁，在西方世界被制裁，那么俄罗斯就很需要金砖国家的力量，因为金砖国家是开始把一些有能力的人先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到一定水准之后，再慢慢的把一些比较没有什么能力的、比较穷的国家，再慢慢的把它带起来。这个是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大型组织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看俄罗斯在当这个轮值主席的时候啊，他当然他未来去经营这些地方国家的时候，他给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或是自己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啊，来去给他去做布局。说金砖国家主席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对于他现在来说是非常好的。说他支持中国，那中国去支持他，这两个强权合在一起的时候，全世界都为之震动。为什么？因为整个北半球里面有一半就是他们两个说话算话的事情，另外一半是美国跟欧洲。欧美地区去话事的事情，那其他国家当然不好意思，就是你们不在这个强权范围之内。对美国来讲，你们就是餐盘上的肉。那我们那个中国或者是在俄罗斯，还有美国跟欧洲，他们就是一个餐桌里面的四边，大家准备开始切牛排，切谁的而已。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在中共军演的时候，日本的官方长官他们就说台海和平是很重要的。那美国印太副司令就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所有的语气跟之前呢是差了很多，而且弱了很多。所以说，台湾说我们说一个刺猬岛，或是我们现在应该赶快的去增加美国给我们的一些军购，越到这个时候，美国给我们的军购的速度会越慢。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给台湾的，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一交货可能就变别人的了。这个事情是美国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我要收钱，可是我不出货，因为我出货，我的货可能到了对手的手上，那他们就更加去研究我们的军备。那对美国来讲，这的确是不好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他们会给了一些破烂会过来比如说你路边的这些地雷一些撒地雷的东西或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给他我们高精尖的东西，他是绝对不会运过来的。而我们现在刚好需要是高精尖，因为要么就玉石共分，要么就是东西让给别人。那我们现在这一次国防部的反应，大概是很明白，东西直接让给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伤不起。各个世界上的各国战争无论今天我们讲的最惨烈的，肯定是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地区的百姓真的是伤亡遍野。但是人家在打仗的时候，人家是有地方可以跑的，你知道吗？他是不断的撤，从加上走廊到拉法，然后一直不断的撤，是不是很悲惨的一个点间地狱？但是我们台湾，难道你从台北撤到高雄你就过了吗？不可能，因为台北高雄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根本跑不掉。所以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经得起任何的一个战争的空间。我们甚至连亮出我们的拳头都不敢的时候，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开始，而且它都会很快的结束。所以说只能把握我们现在拥有的时间。但是呢，各位也不用去太担心这个事情。除了情绪上的事情我们非常激动之外，而实际上的事情这个战争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真的是不会太大。你可能短暂2-3个月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比如说你治安混乱或者是你在权力交接或者抗争什么东西都会有。但是呢，大概你这几个月的时间吧，因为看香港闹得这么凶，原因为什么还是得冷却下来？因为香港也跑不掉香港你怎么跑？是不是你跑不掉你这边乱完了之后，你人还是得在香港。你跑到英国去，有几个好下场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对不对？所以说你没地方跑的时候，你就只能想办法去否认、拒绝、抗拒，然后接受、放下，就只能这个步骤去跑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很快就会，我相信不会太晚了。这个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是说我们可能就瞬间的就结束了两岸分治的状况，可能就变成新的一个统治的状况。这个我相信是可能来日无多吧，我个人觉得，好吗？好，看各位什么问题不好意思，老师有点激动。
好，看有什么问题哈？大家晚安哈。团下120名飞行战斗员，空军有100名飞行员，但是，对啊，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这个问题是你能驾驶战斗机的人并不多啊，你在战争的人真的是不多啊。好，感谢富雄赞助，好，感谢赞助赞助，好，谢谢。游戏还没之前就把它变成我想要的。啊，谢谢富雄，好，谢谢富雄。老师你错了，赖政府发动包围立院，赖政府发动包围立院，他是好像有这回事啊，但是无论谁发动这件事都很愚蠢的事情，好吗？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要是动不上去，很多没有公，当然不会公布啊，毕竟他们这个是战争嘛，战争演习这个军事机密不可能完全公布了，但是他们公布出来的，我就觉得是说，对我们来说影响就已经很大了，好吗？暴力的重点，那个他们正在转移焦点而已，但是说真的，只是转移焦点而已。好，美国被美军拿来反制对策，反映台湾军演，同时跟美国放一下信号。基本上这一次的军演，其实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觉得非常讶异的，因为这次解放军出兵的速度非常之快，真的是兵冠神速啊！真的是虽然是敌人，但是我们只能说他兵冠神速啊，好吗？当时施琅和这决战战场在你家门口，你是不是在澎湖啊？澎湖大战呢，当时是对施琅来讲是一个大胜利哈，澎湖海战。台湾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当然也是啊，哈，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讲，真的啦，没有一个国家一寸领土是多余的啦，没有啦，真的是没有啦，好吗？解放军的轰炸艺术条炸高雄真的很害怕，炸我跟你讲啦，这个任何的战争一定是炸军事设施啦，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中国的军火，那个中共解放军的军火，他们的精度是很高的。他们毕竟是有自己的卫星，他们不用随便乱炸，他们不用像那个哈马斯一样直接用那个弹海战术啊。刚才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火箭乱弹齐发，怎么发那也是打到军事设施啊。除非你是军人了，不然你没什么好害怕的。我说真的，你就是军人才要害怕，因为他一定打了军事设施嘛，谁不打军事设施呢？我还让你起飞啊，已经打松山机场，还有什么桃园机场，还有一些那个军用机场，就把机场跑道先炸烂嘛，那也飞不出去啊，对不对？飞不出去才是王道啊，怎么还敢让你起飞呢？你飞不起来，你战机再大也没有用啊，你再强也没有用啊，你是 S for S 也没有用啊，那个完全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一定是先打，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像金门、马祖就有雷达站，对不对？那雷达站还有台湾的一些雷达站，先把你炸掉嘛，就是很简单的事情。炸掉雷达站，你大概就下一半了。那你拿 GPS 效果也不高，你家北斗精度比较高，所以他只要去专门针对几个设施去打，大概也差不多。但是他也不需要去打，你打赢澎湖了，大概也就结束了。这一次基本上都已经可以直接把澎湖吃掉了。他都没有什么悬念了，我跟你讲，他就算是前2天，他如果突然宣布把金门马祖吃掉，我就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这次基本上他要登岸都没有问题了，好吧？这次真的是非常快速，而且他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的。就轰炸还有什么呢？远程火箭攻击不是轰炸哈，是攻击左营军港，那个都会有啦，一定是打军队监视设施了。哦，澎湖岛中华民国不可分割领土，当然都是这样子的了，好吧？一定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不可分割领土，但是别人拿走你也没办法的，哦，真的是你拿不走了，好吧？反正呢，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齿轮越动越快了。当然，老师，我们推背图的预言呢，就是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嘛。啊，今年刚好2024年，希望不要乌鸦嘴，好不好？啊，希望不要乌鸦嘴，我希望能够这个预言失准，我们就永远的长治久安，我们永远和平的下去，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这世界和平不是很理想嘛？我觉得和平是最好的事情，但是。在权位者他们不愿意和平，那个你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吧，好吧？好了，我们继续下去哈，不啰嗦其他事情哈。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中国总理还是中国那个什么总理吧，李强他还是跑去了什么？跑去了一个韩国要去做一个日中韩峰会，在5月27日，就是明天他们要去在首尔去登场。那这个东西有人在讲是说，是不是去安抚，或者是去跟日本、韩国去谈一下，这台海之间收完之后，他们不要去出手，或是安抚他们说要打也不会打你们。其实基本上哈，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啊。
当然，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它是有的，但是呢，我相信它的范围不会很大，因为日本、韩国也知道这件事情跟它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而日本、韩国他们遇到的事情其实更大，就是他们经济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受挫的，尤其是包含着日本啊，日本这个东西啊，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哦，日本现在的一个经济啊，还是一个非常差的。我们过去讲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是讲日本的经济啊，它是一个逐渐开始往下的一个状态啊，往下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日本内阁啊，在5月16日的时候发布了2024年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初值，它剔除到他们的物价变动之后，它的实际 GDP 啊，它的比上一季啊，就是它2023年的最后一季啊，下滑0.5%，算成年利率啊，减少了年的成长率啊，下滑2.0%，所以说啊，它隔一个季度啊就呈现了负增长。而他个人的消费啊，也是减少了0.7%，连续4个季度都减少的状况，这是非常严重的。而他们之前有没有这个案例呢？是有这个案例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在雷曼兄弟的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的时候。说隔了10几年之后，他们又发现，就在没有战事跟没有金融海啸危机之下，他们的一个民间的消费还是不断的连续的紧缩，连续4个季度，也说连续1年的紧缩。那这个状况我们一直在谈到，为什么？因为日本它本身是一个工业性的国家，所以说它虽然它的工业输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还是会因为它的一个日元的持续疲软，然后到它出口所带来的利益啊，也被怎么样，也被它的去2个地方去抵消掉了。所以说整个状况之下，好，日本的逆差达到了4625亿日元，相当于的美元是29.6亿的美元，好，比它的去年同期啊，它的一个逆差扩大7.36%。这意思对他们讲是很严重的，逆差代表是说我们的钱往外流的是很多的。说特朗普他看到这个数字他就很害怕，但是呢，这个跟美国状况不一样。特朗普看到的是中美的贸易逆差变大，说他要做的贸易壁垒，但是实际上来讲是说这些逆差出去了，对美国的商人来讲，他在中国也会赚到相对的钱，那最后他还是得把钱换成美元回到美国的境内。但是特朗普他是比较直接的，我看账是这样，那我就这么去做啊，毕竟他是商人嘛，看账他不看后面的。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就是说，中日韩他现在做成的一个汇报，就是在于是说，在协调能不能有一些办法来去让中国能够增加对日本的采购，或者是对韩国的一些采购，因为毕竟日本跟韩国他们想要从半导体上面来做一个怎么样维持自己国家的 GDP 还有工业力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中国它自己本身已经确实的有完全的能力自己去量产5奈米的一个晶片。好，这个是现在已经板上钉钉，之前是在猜是说7奈米的，但是呢，现在已经板上钉钉，是中国现在有能力自己生产的麒麟晶片，是可以到5奈米的一个制程。那么它只花1年的时间到5奈米，那你说它明年有没有可能到3奈米？这个概率是很高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肝比台湾还多，就这么简单。中国的肝非常非常的多，a lot of， 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多的新鲜的肝，所以说它有这个肝，有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毕业生，然后去研发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的速度当然会比其他国家来得快。这个我们在去年的一个年终的时候就谈过这件事情。中国每一年有1100万个大学毕业生，它里面只要有1%的天才，就足够让你整个国家的工业力跟它的科技实力的大跃进。好，这个其实在我们去年就已经讲过了一些类似的案例。就在这个状况之下，中日韩他们在谈了这些事情之后啊，就变成是说他们一定要去找出来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法。但是能不能呢？其实目前来看是比较难的，尤其是日本希望中国能够继续采购他们的一个农渔水产品啊，毕竟他们排放了一些核污水啊，有人说核废水、核污水啊，不管，反正它就是不好的水，好吧？排放这些核污水啊，就中国也有放啊，那你去告中国嘛，对不对？那中国他读他自己的，他自己该死的。那日本你去读中国，中国可以不买嘛？是不是？很多人就很奇怪，中国有排放核污水，我相信也是有的吧？那多污我不知道，我又不是理工科的。但是中国他愿意买他自己的东西，不愿意买你的，他合不合理？合理呀、你总不会叫他们自己的不买他自己的吧？是不是？他们至少还可以买下新疆的渔货。我也觉得啊，以前的观念就是新疆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怎么会有海呢？啊，结果我才知道，原来新疆它也可以出产海鲜啊！真是真是怎么样？这是洗涤我对这个世界地理的一个认知。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什么呢？这个中日韩之间，他们也要形成在内部的一些共识。当然，会不会谈到这个台湾问题，一定会有，因为对日本来讲，它就基本上是个股肱之地了，它根本就在脚底下，那边就有个钓鱼台。那你今天台湾收回去了，那你钓鱼台是不是就
就一定会一定会丢掉的事情。那基本上想都不用想，那是一定会丢掉的事情。他也不想让他自己的冲绳也陷入到了这个台海之间的纠纷。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俄罗斯，他已经大军压境，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准备好，你这个美丽的日子你再一动，那对不起，我们就来玩一场刺激的游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对日本跟韩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们很难有办法去很难有办法去施展出他们本来的一些可以发展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了，而日本他们发展速度太慢了，慢在什么？慢在他们自己的流程，慢在他们自己的所有资源都已经被绑在那个最高的阶层上面，而他们不愿意下放。所以说韩国的衰落啊，绝对会比日本还来得快，而且韩国它一定是以螺旋式的方法往下坠落。这个是个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它在我们老师小时候啊，在30-40年前呢、它就不强大了，然后就已经不强大了。那时候他们的首尔还叫汉城，那他们经历过了这几十年的辉煌啊，这美国给他们很好的一个机会。辉煌起来之后啊，在未来老师可以相信是说，它也会从螺旋下降的方式啊，坠落很快。所以如果你有产业在韩国投资的，自己要小心一点了。韩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悬念哈，它是一个濒临到一个经济瓦解的一个国家啊。这个老师敢讲这件事情，因为老师做了长期的研究。而日本也是一样，那日本好处就是在于什么？日本对日本自己的企业是有向心力的，而日本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很高的。所以有一个对他们自己的企业有向心力，然后对他们自己的自信心也很高的国家，那他会想尽办法的是让自己不要落到最惨的一个地步。所以他们会下降，也一样是下行的状况，但是呢，它速度会比韩国还要慢了一点，还会慢了一点。至少怎么说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所以就比如说三菱重工这些东西啊，他们还是偏向于在一个封锁上的一个军工产业，但是其他部分呢，他们还是会让百姓自己去做一些互相竞争的一个事情。所以整体来讲，日本它下降速度也是快，但是它会慢过于韩国。那就要看他怎么跟中国去谈，或谈不妥，那后面的事情就会比较辛苦。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想发展啊，或是想要留学，你可以挑日本，但是不要挑韩国。那日本还是可以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但是真的是说你要去发展的东西啊，老师还是建议啊，你还是要往这个金砖国家的地方去迈进啊，那个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事情。毕竟现在世界的天秤啊，已经开始做移转的速度是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还要来得快。所以是说呢，你真的是要往金砖国家或东协国家那个地方去走啊，那你的发展才会比较好，也会比较稳。像举个例子来讲，好，新加坡在老师小时候啊，那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好，中等的国家，它并没有特别强，也没特别弱。那时候毕竟他们独立也没有多少年嘛，那这个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但现在人家发展快不快？人家找到自己的立基础之后，他们就发展的很快。那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基本上是一个无忧之地，就是饿也饿不死，你发展有点困难，好，就是比较混乱的地方，因为是在于是他们三族共治，哈，华乌印三族共治。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内斗就很难去停止了，这个也是天性使然。但是其他地方呢，其实慢慢通过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是金砖国家的一个新的体系建立啊，那些本来混乱的地方也会慢慢导正，会有直接新的一些基础建设，然后还有一些新的一些。不只是基础建设之外，还有一些新的思维研发，都往他们那边迈进。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已经有5奈米的那个晶片制成的能力，所以说它可以大量的去撒给这一些原本很落后或者是一些不开化的国家，比如说一些非洲国家。好，这些地方它本来是不开化的，或者说他们的基础建设是非常差的地方，但是他们直接可以怎么样？直接可以用跨界升级的方式给他们做基础建设，然后那再过30年到50年，这些国家他们基础建设起来了之后，他们还会去教育新的一些教育思维。那当然，中国的一些文化也会输出。那在那个时候，那些国家也开始强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取决于在中国它有没有够强大的一个基建实力可以输出，它输出的越多，对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的一个成长度会越高。当然，对中国来讲也是更多的一个利基。为什么？因为不使用美国的国家变多了，那对中国的自由度也会变高啊。这个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去谈到一个事情，好吗？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台海之间的这些事情啊，这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彭博，他也是说台湾新总统呼吁北京终结战争的威胁。当然，这个事情当然是比较难的。好，你呼吁这个国家的底气啊是打出来的，你有没有多大的
一个气魄或者你自我防卫能力啊，要看你手中的拳头，还有你手上的一些钞票，这两个结合起来你才有办法。那你没有拳头的事情，你真的打不了这个事情。我们才谈到乌俄之战的时候，就会知道的事情，好吗？这也包含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包含了说，澳洲他也是认为是说，现在台海的海峡稳定和平对他们讲是符合是他们的利益，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变成稳定的。而在美国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都是募兵制的，它已经有52年没有征兵了。但是现在来讲啊，其实美国现在有在慢慢的去酝酿起是说，他们要开始进行征兵的这个模式。为什么？因为他们海陆空军的兵源开始不足了，因为这其实也是要怪奥巴马了。奥巴马他进行了欧式健保，就是说你以后你不用当兵啊，你也有健保哦，因为毕竟当兵了你就有健保，一辈子的健保。还有就是说你念书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补助。但是呢，你通过奥巴马跟这个拜登，你一方面把学费给免掉了，第二方面就是说大家都有健保，然后大家就不一定是说我为了活下去我就要去当个兵，然后这个就变成他们兵员就没有过去募足那么多，包含他们的一个士兵的薪水也不高。可能就2、3千块，那所以他们现在就必须要征兵的方法来去补充他们的兵源。那当你要补充兵源的时候，你又需要训练的时间，那这个事情又变成恶性循环了。因为你要训练时间之后，你要给他一些粮饷，要给他一些装备，然后你还要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些物资。那对于美国现在已经是非常危急的财政状况来讲，他如果再去征兵，那么他的一个财政那将会更加的加重他的赤字。但是呢，军工产业它越赚越多。为什么？因为你外面没有新的战场，但是我们国内开始征兵，那这些人也是要吃饭的，人吃马嚼的，战术背心啊、大钢盔啊、步枪啊，什么都要去做，还有手榴弹啊，什么都要去，还有一些运兵车啊，什么都要增加。那这个东西又是另外一个生意可以去谈的事情了，好吗？所以说啊，现在菲律宾啊，他现在也是讲一件事情，是说，菲律宾遇到我们这次的台海之间的一些现在军演的状况，菲律宾也说他完全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菲律宾也很贼，他在南海这边跟中国叫板，但是对台湾问题他就说，那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为什么好争的？是不是啊？那就蛮有意思的事情，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还有什么呢？澎湖舞蹈这种 OK，就这也是讲美国同意，不知道哈。感谢秋夏赞助啊，感谢秋夏赞助啊，谢谢。新疆塔克拉玛干北边是阿克苏，有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哈，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在新疆那边是可以说有海产，有什么鲑鱼可以进来的，这完全不知道。大陆美债抛售太慢了哦，2兆美债一旦战争开始，毕竟没收造节债务，北京认为亏大，不敢贸然出兵，这是不对的事情哈。因为北京这个东西，它对美债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担心。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如果美国敢把中国的美债给它变成是说没收的话，全世界没有人再敢买美债了。我跟你讲，事实是这样子。没有人敢再买美债了，任何的国家都不敢买美债了。你说英国之外，英国可能还可以买一点，对不对？其他国家可能就是推拖拉，我就不买了，因为我跟你买多少，你随时一句话就把它免掉，你对你的债务是不履行的，开玩笑，你知道这个事情是翻天覆地的事情吗？我告诉你，美国绝对不敢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就算敢对俄罗斯做这件事情，他也不敢对中国做这件事情，因为中国是他第2大债权人。你今天除了这个美债，没错，我立刻就可以有这些。就账面上的平稳，我可以继续发更多的债。但是你新发出来的债谁买呀？没有人买，你知道吗？没有人买呀。中国持的债虽然很高，但是对于每天美债交易市场里面来讲，那也不是非常的多啊。我们是说它世界上第2大的债主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美债券市场上面交易的美债，那大概也是有1、2千亿美元在交易，是不是？你今天他敢没收中国的哪怕1元美元啊，那完蛋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美国的美债没有办法买，绝对没有办法买，他只能全部灌给他们国家里面人买，外面人是不敢买的。给你买个几百万美元，那叫做意思意思，我有买了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子吧。你敢去动中国的美债，美国完蛋了，当下就立刻就完蛋。立刻完蛋，他就算敢把中国踢出 SWIFT， 他也不敢把中国的美债给免掉。这个我敢跟你确定的事情，好吧？非洲未来20年发展如何呢？
我们这一代都可以看到，说非洲在未来20年发展是会不错的啊。毕竟虽然他们的政治啊，他们是比较混乱的，但是他们还是需要钱，还是需要建设啊，他们还是需要这些外面给他们的一些力量。所以说，未来20年还是一样持续慢慢缓步的一个发展的状态，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吃得了苦的人在非洲都可以赚钱啊，你只要吃得了苦，那这能够去，真的是要融入当地，然后你真能够改变自己，那你在非洲基本上都是可以挣钱的。但华人在那边呢，你真的是肯拼，好肯去做啊，勇敢犯难，真是把命都搭出去的那种勇气的话，在非洲挣钱的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没这个胆，我也没这个勇气，他们也不给我算命，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去了啊，各位去吧，好吗？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就我们看到美国哈，美国现在这个状况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看到5月的时候，老师有跟各位讲是说啊，那个5月啦，投资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我们之前在4月预测5月时候都讲过了哈，5月的它这个景气是比较好的啊，几率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5月的时候啊，道琼首次突破4万点大关，结果老师本来要进场了，结果那一天就发烧了，哎，真的是2万。真的是2万，有时候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命的问题，因为我在等它40250点的时候，哎，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了，但是破4万点，我就当下看到，我应该会投，对不对？投什么？做空，所以我它现在就39200多点，是不是？这个真的是，哎，掉了1000点的利润，哦，但是生病了，没办法。但是道琼它突破了4万点大关之后啊，它隔天就开始慢慢的下降，下降这个1000点的一个幅度。那经济学家预测的这个衰退啊，似乎在这个时候没有出现。而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要知道的事情是说，虽然它的股市上面呢、它还是继续的走高，但是呢，也很多人认为是说软着陆它是不可能会达成的，然后它可能就是说会维持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场景。而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是说，美国啊，它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内部上的一个问题。也包含的是什么呢？也包含就是说他们最富裕的州之一啊，就比如加州。哦，加州有一些内部的问题，其实它是很值得借鉴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标杆型的一个州哦，就是有钱人呢很多都在加州，不是都在加州，是很多人都在加州。而加州游民的恨死街头的概率啊，已经暴增了2倍。大部分都是因为啊，你那个吸了很多白色的粉末，或者是因为疾病啊没办法就医啊，那你就只能在路边啊，就见上帝了。好，所以说啊，在联邦政府啊，他们再去统计游民的数量啊，从去年也就是2023年到今年，就增加了这个去年的比例啊，哦，他今年统计的时候就发现增加了12%，也就是说呢，在2023年的时候啊，增加了在美国增加了65万，有3100位美国人他是没有住所的。老师觉得增加这65万的这个百姓啊，你们没有住所啊，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这一定是没有看抖音，对不对？你看到 TikTok 上面都有讲过了，跟你讲都要听。你只要去华人的店里面刷盘子刷3个月，你就可以买大 house 了，对不对？你刷盘子刷3个月就可以买大房子了，是不是？每个劝你去留学的，劝你去移民的，都跟你讲在美国日子多好过，是不是？刷个牌子1个月4000块人民币，不4000块美金，那这些游民哪里来的？一年增加12%的游民，增加65万人，他们是不愿意刷盘子吗？你宁愿住帐篷也不愿意刷盘子吗？你刷个盘子1个月有4、5千块，对，只恨自己没有早点去，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呢，就在于是说，2023年呢，它的新冠住房补贴退场了，所以说呢，美国的游民都暴增了65万人，主要是因为政府不帮你出房租了，而且你的房租也是大幅的增加了，那么加上你自己也可能没有办法去赚到这么多钱，你就只能从你租屋处搬出来。那如果你买房子会不会好一点？买房子会好一点，那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你还是要去付一些住房税啊，很多很多的税金，所以说还有你说买房子会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很多。所以说，我们刚看到加州它的游民死亡率也增加了2倍哦。那洛杉矶啊，它花了17亿的台币也要去安置这些游民，那就包含了美国的白宫旁边啊，它就是游民窟。那既然在天子脚下，在白宫旁边有游民窟，那当然啊，假设他在北京紫禁城旁边，对不对？你有一个流浪汉，是不是？那你觉得是说应该怎么处理他呢？哎，美国就示范一个很好的方法。白宫旁边就是游民窟，一大堆的帐篷，所以是说呢，我们伟大的灯塔民主的灯塔呢，他就派遣了怪手去拆了那些帐篷，只要帐篷不出现，代表我们就没有游民。哎，只要
只要发现一看到东西把它消灭掉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问题就在于是说，你现在增加这些游民里面啊，你把帐篷拿走了是没有错，但是有些的游民是住在车子里面，而且有些人他连车子都没有，包含了老人跟小孩。小孩啊，他可以上课，但是他回家只能回帐篷，这个状况还是会有。也包含了是说洛杉矶，哈，洛杉矶的市长他就有说过了，在洛杉矶啊是有9000名孩童，他是属于无家可归的，好，无家可归就是我上完课之后回家，我可能坐在车上，或是我坐在帐篷里面啊，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悲惨的。这个事情啊，在台湾其实都没有这么多啊，台湾有很多游民是没有错，比如台北车站啊，或者各地方都有很多的游民，但是这些游民跟美国游民也不一样。啊，台湾人的游民是可以，你真的去申请，你真的去住在一些临时安置所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些游民的这些同胞啊，他们选的是他们要自由、民主、博爱，所以他们宁愿睡路上，他们也不要去做安置所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没办法，对不对？那中国有没有游民？我相信也是有，但是他们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些安置所在。但是美国游民不一样，他要人家去安置所，但是安置所额满，每天都要额满。各位有去看过什么？在那个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就有讲过这件事情。你要去抢那个床位，抢到了，你东西还得抱好睡觉，不然你早上起来可能都没有了。里面还是有帮派者存在，而且你不是先到先得，他还是要抽签的，对不对？那个那个就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的内部的一个问题啊，它的民生的状况其实并没有是说如他们的股市一样那么样的一个完整，也包含了现在拜登所申请的这些，就像在8月去进行了更多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些制裁。那这些制裁呢，它是希望保护美国的企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本身没有这些企业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保护它？比如说，美国并没有一个很实在的生产电池的厂商，那你去抵制的这个中国电池的，你自己要有啊，你自己没有同等的这个电池的生产工业，那么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那是有困难的。特斯拉它自己是有电池没错，但它自己的电池比不过中国的电池，它还是得在中国去买好电池之后，在美国，哎，不能在中国直接组装，就卖到欧洲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是你要保护这个产业是可以，像我们台湾也是很积极的保护玉龙嘛，对不对？我们是很大的汽车关税保护玉龙，所以说我们也没什么车子可以进来，因为关税过得很高。但是玉龙给我们的什么，其实不说了，大家都懂人都懂，好吧？懂了都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有更高的贸易壁垒，然后也需要面临到更多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啊，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它又包含了我们刚才谈到，它必须要进行的征兵的一些准备。说很多事情来讲，对美国它是焦头烂额，而他们现在又要面临到一个选举，面临到选举的时候啊，任何的候选人他都没有办法大刀阔斧的去解决他们现在的问题，他们只能把已经看到的问题先把它挪走，比如说那个在白宫附近的游民啊。或是在纽约的游民，他们就尽量把它对外面去疏散，好，直接把你旁边的州去疏散，旁边的郡去疏散，然后把你赶下车了，也不管，有本事你在其他地方搭帐篷，不要在这个标志性的地方搭帐篷啊。比如说在法国现在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先把那些办奥运了，是不是？先把你帐篷迁走啊，迁哪里去了不管，是不是？连公车也不给你睡了，是直接让你走，走就对了。那没有为什么？因为就是时间到就要做个面子工程，都还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事情就在美国，它现在内外的失调，然后下一个要登上来的总统，各位请放心，上来的不是拜登就是特朗普，这两个老先生会让美国继续衰落4年。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思考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去做？包含的是习近平，如果他做第4任，我也觉得他会老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说希望他不要轮第4任了，他连第4任对中国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但现在目前看起来，他好像还想做第4任就是了。好，当然这老师个人的看法了，好吗？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对刚才我们谈到电池啊，就包含了什么西门子的能源 CEO 啊，就是说再生能源呢，现在也是不能够靠他们自己，它也是必须要靠什么？靠中国的一个再生能源啊，比如说这些。那些什么一些他们研发或是一些生产的设备，还是必须在中国。所以说，光包含西门子的能源 CEO 啊，他都说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怎么样撤出中国，或者是说你要在中国必须跟他采取贸易壁垒，这是他最不想要做的事情。而在中国境内，我们知道它这个有宁德时代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子公司，但是呢，其实现在也不止宁德时代了，也包含了什么惠州，它现在也做了一个什么叫做易伟锂能啊，易伟锂能。它的2024年第一季的全球储能电池的出货量啊，是排名全球第2，是仅次于宁德时代，但是它是超越比亚迪的。所以在中国，它并不是只有一家的电池厂，而是它现在电池厂已经出现了世界第2。那未来会不会更多？
放心，中国什么都不会，内卷最会。今天有了一个宁德时代，它就会来一个一尾离人。第三个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电子厂？那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都会出现的。所以说呢，这包含的是中国他们自己体制也在调整。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最近啊，这个房价跌的是很厉害。包含老师在这个月去了中国的时候啊，也发现了中国的那个上海的房价，还有那个杭州的房价跌的真的是非常之厉害。我说真的，这跌的真的非常之厉害，比我上次可能在3月的时候去，它可能要跌了5%左右，3%到5%。不要想3%、5%差很少啊！我告诉你，那个是上海啊，它那个房价，这个是几百万、几百万、上千万人民币的价格啊，你少3%到5%，那差很多了好吗？1000万人民币也就少50万呢，开玩笑，那个差很多的事情啊，好不好？但是他们下降速度是真的是蛮快的。而中国的国务院呢，副总理啊，他叫何立峰，他在一个电视发表，就是说央行也要出现新的3条房贷政策了。那这个房贷政策，老师其实觉得是说，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你以房换房啊，就是说呢，它让你是说，你现在有一间房了，你可以先买一间房，啊，另外一间房你还可以先持有，你买了之后再去处理你原来那间房子。等于说过去换房啊，那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尤其在很多的省份啊，或者是在一些2线城市啊，你一个身份证号，你只能买一间房啊，当地人哦，不是说外国人哦，或当地人哦，你一个身份证号，你只能买一间房啊，那你等于说你要换房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困难，你前面的房子没有脱手，你就没办法买新的房子。好，他现在尽量的是说把这个的一个模式给它换掉，所以现在呢，突然的一时之间啊，包括深圳那个地方啊，他们的交易开始热络了起来。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以后换房之后，你已经有了新房子，旧房子的状况之下，也有可能是什么？由地方政府啊，可以合理的价格去收购。无论是新房或者旧房，做成他们的一个保障性住宅，也就是社会宅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他们现在开始做的以旧换新，第一个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说，让百姓人换房子的动作跟他们的一个企图心啊是比较强一点。那你旧换新嘛，大家都想做新一点的房子，但旧的房子呢，它也不拆也不盖了，就直接把它变成社会宅，然后让一些比较没有经济能力的人，然后用政府出租金的方法来补贴租金的方法让你住进去。那还有一些状况是在于是说，有一些的房子啊，就是说由政府去买他们当地一些商品房，也是盖这些高楼大厦吧，好盖一些高楼大厦，由地方政府去买这些商品房，那只有银行的名目啊去出现买这些商品房，然后政府去持有。那可是问题是你这个东西卖不出去，政府的财政已经很糟了，怎么办呢？但是为了去符合这个政策啊，他们当地地方政府所买的房，又拿去给他们的中央政府去贷款，等于说呢，一个套路之下，基本上还是中央去出钱，然后呢，用白手套大家互相洗的方式，把你地方的一些烂头寸把它吸回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跟我们过去讲的其实是很雷同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政府去处理这些烂尾房，或者是处理这些滞销的房子，然后呢，来去做一些消化跟处理，还有或是让百姓换房等等之类的。这其实我们过去有谈到过相关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其实在中国来讲，现在目前为止啊是比较受欢迎的。而现在房市的一个交易量是有回升，但是价格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但是这个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小孩的状态，它可能在下一个时代，比如在10年后的这个时代，它可能会有所改善。为什么？因为房子便宜了，我住房子很多时候我可以跟政府去租这个房子。而政府只要能够去控制那些所谓的那些影视节目说你结婚一定要买房这样子的不良的一个思想，那么基本上你下一代好10年以后的，或是20年以后的这些新生儿，他们就比较有动力的去结婚，因为结婚起来你要去租房子没有什么压力，加上你之前人口也少了，你要再去进入学区那也没什么压力，也包含他们的医保也在改革，那后面慢慢可能会吸收我们台湾健保的一些经验，那其实基本上那这个人口问题啊，可能可以在中国获得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保持。好，这个是老师个人的认为啊。毕竟什么呢？毕竟人家自己有能源啊，自己有办法有去获得这些自我保护的能力，也包含的是说人民币啊，未来可能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在这个3重保障之下，基本上他们的社会安定度比较高，社会安定了，百姓才愿意去生小孩去发展，不然像台湾这太可怕了，对不对？你现在是我都不知道我哪来勇气生3个，那可能是那个时代好，对不对？那你现在就叫我说现在我的小孩以后要不要结婚生小孩？我说感觉到有点害怕，对，太可怕了，对不对？那个住房子根本住不起，开玩笑，住什么住得起啊？这住不起，你现在去外面在双北市，你要去租一个房子2万多块，
2万多块还算是一般的房子，还不是很好的房子。你2万多块之后，然后你的收入只有3万多块，那3、4万块，那你一半的钱拿去房租了。不要说你说买房子好不好，买房子啊，现在买房子的都是傻瓜。清安贷款那些东西去贷完之后啊，宽限期之后啊，你原来只要缴1万多块，就要变成缴快3万块。那你自己才3、4万块，你就缴了快3万块，你能够活下去吗？也不能，到最后你还是一样垮台。那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大陆已经有这个状况，结果我们自己国家，包含之前国民党说这个侯友宜所做的一些政策，那都是荒腔走板。你怎么会让百姓买房子很容易呢？你百姓买房子很容易，你应该是你政府盖很多房子，让百姓能够很轻易的租到房子。结果现在呢，我们的政府公宅租金还是他妈的有够贵的，你知道吗？而且还要你这是有够贵的，真的是太贵了。对，真的是太贵了。你怎么会是租那么贵的房间？跟我讲是社会住宅，所以台湾已经走到一个很变态的地步。但这个状况在中国现在看到他们是有改善的，不是说我们特别去粉红去长他人志气，但实际上来讲，对方做的是比我们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好，老师是跟各位借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把它讲下去哦。其他时间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是在乌俄之战。乌俄之战现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包含了什么？在5月18的时候，俄罗斯的法院去下令没收德意志银行在俄罗斯的资产，那多少呢？大概也不多了，才2.38亿欧元，因为他们大概已经做好准备，你随时也会被没收了。说白了，好，大家都心知肚明，早晚的一个事情。而现在乌俄之战打到现在，当然是说他们在开会是要没收俄罗斯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的资产。那个事情啊，大家都说，我们要讨论讨论，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拍板，因为你一拍板下去的话，俄罗斯惹火他了，以后大家见面很不好谈。因为毕竟乌俄之战，他打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无穷无尽的把它打下去。你打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还是要相见面。你没收了我的资产，你现在怎么谈？尤其是那些小国家，对不对？比如说波兰啊、捷克啊这些小国家，你要怎么去谈呢？那个东西就会有一些障碍存在。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现在乌俄战打到现在啊，普丁要求跟泽连斯基来对谈啊，就是说谈判，我们是不是要停火，对不对？而且他也要求不要西方来干涉。但是呢，他讲归讲，他也是有去下了一个 deadline， 是什么 deadline 呢？就是说，泽连斯基你的任期已经快到了，如果你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有选举，那么请问一下，你跟我谈的合法性在哪里？等于说他把时间压得非常紧，就是说你今年就应该选举，但是你没有选举，你没有选举，那代表是说你任期到了之后，你又没有选举，那你是不是总统？你有没有这个总统的合法地位？这真的是挂问号的一个事情。那么既然是挂问号的事情，那么你现在不跟他谈，以后他就不跟你谈，因为你没有资格谈。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而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 G7 的财长也是考虑要冻结俄罗斯资产，那资产有多少呢？有不过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俄罗斯扛不起的，他还是扛得起，很痛，但是还是扛得起的状态。所以是说啊，这个泽连斯基他任期届满之后就没有合法性，他对要去举办和平会谈呢、就会有法律的障碍。但是对于在乌克兰来讲，他就很简单一件事是说，泽连斯基他现在自己亲自坐镇在哈尔科夫前线，但是呢，他也只是只能提供精神价值，实际上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事情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乌克兰他已经拿到北约武器，但是他没有被获得授权，可以拿北约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而泽伦斯基为什么去攻俄罗斯的本土呢？他的表示是说，但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集结军队，我们也知道他在哪里集结，但是呢，你告诉我他在他的土地上集结，而且我们不能去攻击他在集结的这些士兵跟这些装备。他只能在我们国家上面我去攻击他，那这样对我们来讲，我怎么打都打到我自己呀、对不对？你不能看到蟑螂跑过来，他爬到你脚上之后你才去打蟑螂嘛？不行啊！连蟑螂还没有过来之前，拿杀虫剂喷死它，是不是？但是呢，你却只能允许说蟑螂跑到你脚上之后，你再拿铁锤去拍它，拿雨伞去拍它，这样就怎么打都是自己痛啊，因为他可能受伤，但是你自己也没好过啊，怎么打都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他现在是要求北约出动 F16战机，哦，那你应该是帮我去打到俄罗斯的土地上。但是即使打到俄罗斯土地上，乌克兰就可以胜利吗？也是不行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打到俄罗斯的土地上呢？很简单，他就是让俄罗斯怎么样？让俄罗斯怎么样呢？让俄罗斯可以更大的去介入这个北约的战场，因为这些武器是北约提供的。所以是说呢，你让北约的武器去炸了俄罗斯，俄罗斯是不是得跟北约宣战？他跟北约宣战的话，那是不是乌克兰就变成后面有一大堆人跟他一起打仗了？这个事情谁想不到呢？每个人都想得到。那俄罗斯也知道，那乌克兰也知道，难道北约不知道吗？问题就是在于北约没有人想跟俄罗斯打仗啊。问题是在这里啊，没有人想跟俄罗斯打仗。你要打仗可以，我给你武器，你去跟他在你土地上去打，你不要找我去打，我根本打不过他，你为什么叫我去打呢？那乌克兰也觉得我也打不过他，那你不帮我怎么打得赢他呢？问题是我要帮你打赢他，是我给你武器，你自己去跟他打。
就大家都不想弄脏双手，但是每一个人都想什么呢？都想赚得盆满钵满。他这个状况就变得很纠结，就是没有人想打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反击，任何受到反击的人，基本上第一集都属于灭国的状态。无论是那些波兰那些什么国家都知道，他们非常懂得俄罗斯的厉害，他们自己以前就是苏联的成员。他怎么不知道俄罗斯的厉害呢？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拿他们的武器去打了，那第一个遭受到攻击的，肯定就是这些北约国家，而且那些北约国家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力，打过去就打过去，你能怎么样？连德国也不见得可以跟俄罗斯打上几回合。那么我为什么为你乌克兰，然后我同意你把武器去打到俄罗斯本土上？所以说就很简单了，现在俄罗斯就拼命的怎么样攻城略地，就怎么样把过去乌克兰去夺回去的几个小村庄也把它收回来。小村庄收回去呢，对俄罗斯也没什么帮助，但是就是士气上的提升，跟我们实质上的领土的扩张。所以说现在俄罗斯他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你现在跟我谈，我就到这边为止，就这么简单。打下来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吐回去，你就是我打到哪，我们在哪里就画了一个界限，那就这样结束吧，我们就别打了，大家继续友好下去。那如果你不谈，那我就继续打，打到我觉得打完为止。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停止呢？也没办法停止，因为乌克兰是没有这个实力继续去抵抗这个俄罗斯。你让俄罗斯慢慢的去鲸吞蚕食，这就跟以前成吉思汗去打这个花剌子模一样，就一个一个把你吃掉。对你真的是要跟他打，你合兵去跟他打可以，但是你分散让他打的时候，他怎么打你都输，因为在你的国土上打，他怎么会输呢？他全不会输，他完全是不会输。说成吉思汗他以前可以是说驰骋在这个欧洲战场上，那就是因为他在别人的战场地上面去打，他不是在蒙古地界上去打，就在蒙古地界上去打，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城市，他们都是游牧民族，怎么打他都是赢，怎么打都赢，对不对？连上厕所的马背上都有马桶，马桶就是他们在马背上有一个桶子，他们可以来到上厕所用的，说怎么打他都会赢。那现在所以说变成说乌克兰，你想反击不行，你想反击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回来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件事情，台湾想反击，我觉得应该要反击，但是美国允许吗？美国不允许，因为一打开来就是打开，就是开打了，那就是开始大家真刀真枪的干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也不行，说不符合别人的利益，你自己就得牺牲。乌克兰现在就是被牺牲的一个状态。而回头过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呢，也发现了是说，美国跟以色列的事情也发生了一些比较不理想的，就是说，联合国啊已经下令以色列停止攻击拉法，这个事情啊是联合国的一个决议。但是呢，美国觉得这个是什么样呢？美国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甚至呢，拜登也在说明是什么呢？这个对于这个 ICC 啊，就是国际法庭啊，对纳坦雅胡发逮捕令啊，白宫的发言是指什么呢？令人发指。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说一个去屠宰人民的是一个令人发指呢？而且拜登还在公开场合上去讲什么呢？讲是说这个他相信以色列人是这种善尽的对百姓的一个保护啊，他们只是针对哈马斯，而且他们一定是分得很清楚，就算是录影放在他面前，这些以色列去屠杀百姓，拜登也是视而不见、听之不闻的，这个状况一直都在存在。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控制了半数的费城走廊地带，75%的加沙人呢，已经是被他们赶来赶去。但是这个问题就还是在于是什么呢？还是在于是说，以色列你一直想要把地面上的人都消失掉，然后呢，他们去成立一个傀儡政府，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以色列没有办法对巴勒斯坦进行实质上的统治，因为你是以色列人。你是不可能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建立你想要的政权，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可以成功的。以色列可以建国，那是因为美国后面撑着，不然他也建不了国。那让你建国，那你现在要侵略别人土地，这件事情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也包含的是什么呢？也包含是很简单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因为德国他也觉得是说，他不支持这个国际法庭去逮捕这个什么纳坦雅胡，但是呢，他尊重这个国际法庭他的一个决议，所以说纳坦雅胡到了他们的地界上，还包括哈马斯他的领导人到他们地界上，他们也都会把他逮捕起来。所以这变得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反对，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去实质的去逮捕纳坦雅胡。但是纳坦雅胡会不会赢？那个在实际上来讲，以色列在这场战场上面，他是必败无疑的事情。而且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他自己跟美国花了这么多钱，他最后都还是要还。而以色列到底有多少钱可以去偿还他这一次由美国给他的这些几百亿美元的一些军援，还有这些外债呢？
这个问题其实到后面纳坦雅胡会完完全全扛不起这样子的反作用力，而他必须全部的所有力量都收回去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他这次就可能满足他自己建国的一个需求。为什么？因为当你打不完的时候，就是我来收回去我土地的时候。而且你现在说巴勒斯坦跟哈马斯现在这个惨状是不是他们难以接受的？那肯定不是难以接受的，甚至老师可以说，对伊斯兰国家来讲，然后周边的国家来讲，你现在把它打成这样，以后我们的正当性也会更加的坚实。就像过去这些民族被纳粹去逼到死角。好，这些集中营的问题，所以说大家过去在这场战争之前是比较支持这些民族的，但是到这个状况来讲，就没有人会来支持他了。说未来巴勒斯坦他自己建立一个联合国承认的政府，那这个基本上随着以色列他越打得越深，这个成功几率就越高。本来没办法成功的几率，他现在越来越会成功。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消灭的状况之下，那么它的反作用力会比过去会来得大。所以说，其实是拜登他怎么样去支持以色列，或是支持纳坦雅胡这件事情是比较难的。包括英国也是跟美国同调去批评的这个 ICC 是错误的，但是法国是赞成支持的。法国当然支持，但是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逮捕纳坦雅胡，但是他不支持他的哈马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面会变成的是说他在积蓄他自己反弹的力量。而到最后，你在伊朗这一次的这个领导人可能完蛋了，是不是真的完蛋？其实有没有一些黑暗的一些什么讲，那个叫做阴谋论？这老师不知道，因为他直接撞衫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下一个上台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维持了像他们原来既定的脚步，这个很难说。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中东啊，那个王储，他现在以残暴闻名的王储啊，跟他说残暴，其实他说做起来是蛮有魄力的一个王储。当然，他也去暗杀了那个记者，这也是事实。那他的老爸好像已经也快不行了。当这个强人上来的时候，中东的局势会不会又是一个走出跟美国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一切都会很难说的事情。但是我们眼前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在于台湾的问题，现在何时何地都有可能突然的解决，是突然的解决。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是突然的解决。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突然的解决，而当百姓的你不要去害怕，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因为过渡时间大概就3个月半年，大概也就过渡。你不想过渡，他也得过渡，但是你该生活还是得生活，小孩该上学还是得上学，你该上班还是得上班。就算昨天刚炸完了机场，你今天还是得上班。这就是我们百姓该担负的命运。为什么？因为我得活下去，不就是这样吗？而至于是说你台币会不会危险，不会危险啊，这台币一点都不会危险，因为台湾的外债太多了。台湾外债很多的状况之下，中国政府它必须去概括承受所有的一切，因为你不是说台湾是你的吗？那么这边欠的债也算是你要还的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样说，金融环境可能股市或其他市场会比较混乱一点，但是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混乱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相信问题是不会太大的。毕竟我们台湾一直以来都是被占领的那一方嘛，对不对？无论是被荷兰人占领，还是被一个满清人占领，还是被日本人占领，对不对？还是被任何人占领，都是一样的事情。我们这历史上都是被占领的份，讲起来可悲，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世界的行情吧，好吗？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台风又来了，再不跑会翻船。赵元阳是一个，台湾没有那么厉害了，好吗？对，担心菲律宾实在一点，到最后灭国哈，该换人民币，那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好吧？那不需要换人民币，你就算被占领，你当地还是用台币的啦，没有人用人民币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你在哪里花钱，你在哪里生活，就哪里的币别。他哪一天你真的要换了，也不会这么快啊。就算台湾被占领了，他没有3年5年的时间，他没办法改换货币的，因为你很多事情都得改，你所有的计价的一些很多大宗货资啊、物资啊，还有很多换算的东西都没办法改。就像香港怎么改它都还是港币，对不对？香港港币上面印的是谁？你上面印的不是邓小平吧？对不对？港币上面印的不是邓小平吧？是不是也不是毛泽东吧？对不对？你要100块是毛泽东，那你他妈的港币上面1000块就印谁？对不对？不是毛泽东啊。所以说钱币这个事情你是不用换的，你在哪里生活就买哪里的东西。对，老师钱不多，但是我也都台币啊，对不对？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很多外币啊。
是不是？真的危急的时候，我觉得都搭过去，现在就是双手一摊，现在已经无力反抗了，无力反抗了，这没有什么问题。那买黄金这个事情是放10年哈，这个还是一句话，哦，那黄金你要放10年了，你放得到10年都是赚钱的，十年，十年，你就说现在很贵啊，没有什么东西，哎，你会觉得它高价跟低价的时候，代表你的钱不够了，好吧？你有钱的人他不会，他黄金对他来讲，那就只是一个储备，它就是一个项目，他不是更在意它的钱多或钱少。如果你去在意黄金它价格高或低，你玩不起黄金了。我说实在的，你玩不起黄金了。会玩黄金的人，就是放那边放10年、20年，那个是他的一个压仓底的。他等他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已经翻好几番了。对不对？你说今天买，然后明年卖，后年卖，你这是炒金，你没有实力玩黄金，玩黄金玩黄金的，就是我放下去就是5年10年，5年10年我根本就不差钱。如果买黄金会差你的钱，你就跟老师一样，我们没有实力就不要买这个东西了，好吗？这个问黄金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现实，讲起来很刺耳，但是它是一个现实。你没有闲置个几百万。哦，你就不要去买黄金，闲置哦，就是这个钱根本就花不到的。我放在银行也是几百万的，我这放几百万、几千万的，我也不知道干嘛的。那你可以买一点黄金，放10年你都不会有事。你本来就不差钱的人，对不对？你可以1、2亿的身家的人，你就买个两三千万的黄金，我就放在那个地方放金砖，有事吗？没事，是不是？但是你买了，我说啊，我今天亏了，我心痛啊啊，那你别玩，这个不是你该玩的东西，好不好？你就做定存就可以了，好吗？好，那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哈。那我最后还是宣布哈，那个还没报我们这个补财库法会了，尽量报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还没有讲完，那但是因为已经14分了哈，我们就不去多浪费时间在其他问题上面，然后尽量的该讲完的讲完，就是少数部分一些经济的问题哈，我们就来不及讲，好吧？啊，这有人跟老师提醒是说，老师是不是礼拜三我们增加一个直播哈？现在老师的体力是不够，好，那说以后有没有体力增加礼拜三增加一个直播，老师可以再考虑。因为过去一开始我们礼拜三是有直播的，但是呢，现在老师的体力啊是可能比较不够理想，好，那给老师一段时间嘛，好不好？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那个要跟老师学习最专业技术的啊，请记得啊，我们的师资班到第40集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再涨价一次啊，还是会涨价。现在24000块台币，再下一次就是36000块了啊，这个一定会涨，会涨到比较高的状况，好吧？好，那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大概直播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啊，不好意思跟大家多借15分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下周三我们更新12生肖的流月运势解析，我们下周见。嗯，哎，跑哪去了？哎，靠腰，我还没结束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我结束了哈，不好意思哈，我们下周见。